选前矢口否认自己是台独金孙，一上台便现了原形。此人就是台湾地区新领导人赖清德。5月20号，其发表所谓就职演说，通篇充斥诡诈的政治谎言，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恶毒煽动两岸对立对抗，鼓噪以外谋独、以武谋独。这灌满分离主义邪念、野心、挑衅与算计的言论，就是一份赤裸裸的台独自白书，充分暴露其不折不扣的台独工作者、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的真面目，让世人看清其为权欲不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境地的本性。5月20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严正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如磐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坚不可摧。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行动坚决有力。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5月21号，国台办再度发声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20号的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台独立场更加激进冒险。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赖清德讲话妄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继续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可谓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这充分证明其是岛内主流民意的背叛者，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就是一上来就是给那个赖清德定性了，就像赖清德是罔顾民意，逆势而动，显现了他那个顽固台动台独这样一个危险的讯号。国台办对这个赖清德和陈水扁、蔡英文都不一样，就是没有观察期了，没有等待了，就是给他定性了。尽管陈水扁也搞台独，蔡英文也搞台独但是他们在上台的时候，根据他的演讲的内容，我们呢还有稍稍的还有一点点期待。这次在赖清德呢，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期待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别。王在熙指出，此次国台办发声，正是正告岛内台独政客，无论讲话内容如何，都不可能改变两岸走向统一的趋势。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始终在大陆手中。我觉得我们就显得就不屑一顾的这样一种感觉，你讲你的所以呢，这个最后就是他讲了2句话。赖清德的这个讲话他的表现，他不可能改变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也不可能改变两岸最后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战略主导权它在大陆一方，但是你要铤而走险，我们都有准备，那我们就会呢彻底的就是粉碎那个台独图谋。最后关键是呢，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去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决定权不在你台湾，也不在美国，是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不走到那一步就是说过去我们经常讲的，只要和平统一还有1%的希望，我们也会呢以100%的努力去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也阐明了中方严正立场，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21号，王毅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发言时，就台湾问题阐明中方严正立场。他表示，赖清德之流背叛民族和祖先的丑行令人不齿，但无论他们如何折腾，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就在21号，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多国密集发声，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台独分裂势力每兴风作浪一次，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就巩固1分。对中方立场的理解支持就增进1分，
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据媒体报道，梵蒂冈圣座国务卿日前表示，梵蒂冈希望在中国设立常设办事处，这将是梵蒂冈与中国关系的重大升级。对此，汪文斌在22号接受问询时也进行了回应。近年来，中国和梵蒂冈保持接触，就双边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深入沟通，不断增进了解与互信。我们愿同梵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梵关系不断改善。岛内舆论纷纷痛批赖清德就职演讲表明，他走的台独道路会将台湾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交手过啊，会聊天啊等等，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100%的台独主义者，就不用去考虑其他的，牺牲任何东西都要搞台独的一个立场的人。那就是说，那就大家要准备打仗是吧？对不对？你一点这个橄榄枝的味道都没有，一点这些这个诚意都没有，你的定位，对台湾的定位跟对大陆的定位，我觉得就已经注定了一个动荡的两岸关系，这是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实际上，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岛内的主流民意。应该也不是真的非常多人真的很希望要独立吗？就是我怕打仗。可是讲一句直接一点，台湾那么小，要独立什么？对啊，台湾这么小是要独立什么？我觉得不是两边就是共同的相互帮忙，不是更好吗？在台湾时常面临五缺的背景下，问及对赖清德未来4年的期许，多数民众都表示不抱期待。表面上大家就是谈团结，可是实际上内部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团结还是假团结，还是只是在演戏而已。对赖清德有什么期许？我家人都不喜欢他，因为民进党的那个贪官污吏比较多。为什么民进党做的那么差？而且他们有那么多的丑闻，怎么都没有关系啊？拜托，救一下台湾的经济，东西一直涨，但薪水不一定会涨。台湾地区新领导人赖清德已经就任。我们看到国台办外交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接连就赖清德所谓的就职演说发声啊。那在您观察看来，这次大陆方面的回应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发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我是认为，两岸的事情并不是由台湾单方面说了算，由两岸人民共同说了算。大陆的广大人民是坚决反对台独的。这维持中国核心利益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啊，这些立场和基本力量决定了台湾不容分裂，台湾不可能分裂的一种方向和坚定的态度。李先生，根据您的观察啊，大陆方面在做了强硬的回应之后，岛内舆论有什么样的反应？赖清德在讲这个事的时候，台湾所有注意这个的人都是大吃一惊，因为他在前面放的风声就是说，他这一次呢，他还是要追求，就好像说为两岸这个和平方向发展，但是他会表现得不卑不亢，所以打出来，在他讲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台湾呢，包括贩夫走卒这些包括是家庭妇女都知道，台湾要独立不可能，找死；大陆不统一也不可能。所以在台独也是跟我聊天讲的，这个台湾是一条船你东漂西漂，但是船上不要堆满炸药嘛。你现在听美国不是台湾堆满炸药吗？所以大家就觉得赖清德怎么会？你应该有这个概念呢。那你讲这话有什么好处？他就是他的心态，这个人很傲，很孤独，所以他讲这句话，他绝对没有跟人商量。他有没有跟美国报告，我们不知道，因为有人商量会告诉他严重性嘛。但有一个就是说，前一阵人家都骂他，他本来讲台独金孙，统派都知道他就是最台独的台独。但是呢，独派的呢，有的话讲说台独龟孙，说你一点勇气都没有。但是他那个时候开始就好像很温和一点，那当然，结果他现在怎么样？是不是表示说我不是台独龟孙？但是你不是台独龟孙，你也不能变个台独猢狲呢，对不对？
对？近日，由中国国民党韩国瑜执掌的台立法机构，时隔多年再次上演了全武行。这一次表决大战的争论的焦点就是国民党与民众党共同推进的一项改革法案。这项法案有5个重点，其实有2个最关键的点，就是首先明确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要定期的向台立法机构提交这个书面报告，而且呢还要定期到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第2个就是立法机构拥有听证权与调查权。为什么绿营方面对这个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弹？他们到底在怕什么？他们担心自己的权利被抑制啊！赖清德要到立法机构去阐述自己的政见的话，都会被民意代表机构的代表所质询啊，所批判。那这是他一个刚愎自用的，是受不了的。另外一个怕是担心自己，民进党在过去蔡英文8年里面所做的恶事，都被民意代表机构的监督权、检察权查出来。这是他最担心的。绿营太多弊案了，太多的弊案，贪污的、腐败的，要价，台湾在疫情当中要价要比海外的市场高出50%。这个解释至今没有啊，但是很多的大公司都获利了。蔡英文在任期间丢掉了10个所谓的邦交国，现在呢传言海地、威地、马拉也不稳了，而且听说这个图瓦卢好像也不稳了。那么在蔡英文时期呢，他是特别信奉所谓的金元外交，到赖清德他会怎么办？其实对于台独势力来说，他想要获取所谓的国际空间和国际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认可，一手是用金元外交维持现有的所谓的友邦。另一个方面是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大力的游说，让他们去炒作，包括像是联合国、地缘政治等相关的这些议题，帮助台湾去打开他所想要的所谓的国际能见度。我预计赖清德在未来的执政4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于推动台湾问题所谓的国际化，他会付出比蔡英文更多的努力。针对520美国等少数国家派员参加赖清德就职仪式，国台办回应称，坚决反对美国等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强烈谴责其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敦促美方及有关国家立即纠正错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对中方所做严肃政治承诺，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执政这些年，美台勾连不断，近期甚至还上演海上巧遇的花招。从出售武器、提供军事援助、协训台军、情报互换到联合军演，美台军事勾连不断加深，大陆应该如何见招拆招呢？一起来看短片。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美国务卿布林肯对赖清德就职表示所谓祝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严重违背美方所做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方做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严重违背美方所做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5月22号，外交部发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中国外交部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无视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和建设性作用，以所谓涉俄罗斯因素为由，对多家中国实体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同时，美国持续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5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规定，中方决定对美国洛克希德马丁、通用动力等12家军工企业及10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还发布了关于对美国国会前议员加拉格尔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决定指出，美国威斯康星州前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近年来频繁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犯中方利益的言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规定，中方决定对加拉格尔采取3项反制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本人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以及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深圳卫视梳理发现，美共和党在去年掌控众议院后，设立了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即臭名昭著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麦克加拉格尔担任第1任主席。此后，加拉格尔推动了不少恶华法案，其中包括主导推动 TikTok 剥离法案，但他于今年3月宣布在任期结束前提前辞职。加拉格尔在台湾问题上也持非常激进的立场。2020年9月，加拉格尔就在一场智库活动上声称，美国对台应采取战略确定姿态，制定威慑中国的军事战略。2022年，加拉格尔又提出所谓武装台湾法案。2023年4月，加拉格尔等美国议员在美国国会山别出心裁地搞了一出台海兵棋推演，最后得出目前处于大陆入侵台湾最危险时期的荒谬结论。但他妄称，兵推展现了全面武装台湾的必要性，引来岛内舆论的痛斥。今年2月22号，包括加拉格尔在内的一个跨党派访问团窜访台湾，与蔡英文、赖清德等会面。有岛内媒体一针见血指出，加拉格尔最擅长先渲染威胁，然后借机售卖台湾武器，是个名副其实的军火贩子。另一方面，商务部20号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2024年第1号和第2号公告。公告说，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依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2条、第8条和第10条等有关规定，决定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以及美国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这3家公司被禁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以及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被禁止入境。中国也不批准并取消3家公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或居留资格。这样的举动无疑释放出了2个强烈的信号：第一，就是这些对台军售的美企正在试图通过第3方企业规避大陆的制裁，而这反映出来的就是大陆的制裁打在了美方的痛点上。这些涉事的美企压根儿就离不开中国的市场，而且大陆宣布反制措施之日，就是相关反制措施生效之日，根本不给美方任何反应的时间。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大陆反制台独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等手段。我们有的是办法收拾他们和他们背后最大的靠山。据台媒5月14号援引路透社披露，台海军今年4月曾与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所谓联合演习，但双方多对演习秘而不宣。事后，五角大楼不评论，台防务部门却回应证实有这次所谓联合演习，并称这是配合美方所推动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是为应处海上各种不确定状况。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台不承认有正式演习，而是将其形容为未在计划内的海上相遇。这个大海那么大，能够巧遇，这几率极低啊，所以难以想象没有事先的互相的通气啦，不太可能。据外媒报道，美台双方约6艘海军舰艇，包括护卫舰、补给舰、支援船等参与了演习。考虑到目前美海军并未装备护卫舰，美方很可能派出的都是非作战舰艇。有军事专家分析，尽管美海军与台湾方面意外相遇主要涉及基本演习，但从现实层面分析，这次秘密军演大概率是演习台军如何向美军军舰提供加油补给。考虑到实战模拟，美舰远赴台海作战最大的难题就是后勤补给，而战时台军主力军舰势必难逃被击沉的命运。有台媒表示，如今台海军承认与美军有不期而遇的演训，显示美台所谓军事交流的升温。美国跟中国建交的时候就有特别规定啊，不能跟台湾有任何
直接军事上的合作，那演习当然是军事上的合作，这个是中美建交的很重要的条件。所以美国呢，为了回避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他如果跟台湾军方的接触啊，就会找这种擦边球来打。事实上，台军与美国在防务领域的狼狈为奸是非常频繁的。这次被披露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从美国近一段时间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到，它对于台湾的支持力度是越来越大，密度也越来越高，包括通过相关的挺台法案、人员的窜美、军事上的勾连不断加强、频繁的军售等等。那么赖清德上台以后，可以预见美国所谓的挺台力度仍然会持续的增加，其核心的目的就是打台湾牌，以此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在打牌的过程中，相信美国也会有所顾忌和控制，肯定不会伤害美国自己的核心利益，仍然会希望与中国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实际上，就赖清德个人而言，由于其务实台独工作者身份，以及一向出格言论，美国始终怕他成为继陈水扁后的麻烦制造者。据报道，2022年1月，赖清德在洪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上抓住机会，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攀谈了几句，其中一些小动作耐人寻味。本来哈里斯与赖清德并排而坐，却一直在与旁座交谈，不搭理赖清德。直到赖清德主动攀谈，两人搭讪几句后，他随后又换了位子，与赖清德保持了几座的距离。为赢得美国认同，赖清德下了不少功夫。去年8月，一度扬言要走进白宫的赖清德鼓起勇气窜美面试，希望得到关爱的眼神，没想到备受冷遇，连原本要接机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也临时以自家妹妹要结婚为由技术性缺席，形同羞辱。同年10月，在距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不到90天时，罗森伯格去年的第3次赴台，再三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重申不支持台独。就在今年4月1号，在赖清德上台前夕，罗森伯格再度赴台面授机宜。5月20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赖清德讲话指出，台海局势之所以严峻复杂，其实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互相勾连策应所形成的。那么，国台办直接点出了外部势力，怎么来解读？在特朗普时期，它更多是美国单方面对台去操弄这个台湾牌，去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但是呢，到了拜登时期，你会发现，不管是日本，不管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远在波罗的海三小国，他们也希望能够去介入到台海的事务当中。那么，为什么远在欧洲的这些国家也希望去介入到跟他们地缘相距甚远的这个台海问题呢？其实它背后就是一个美国的驱动。美国用印太战略去诱使这些国家配合他的这个举措，那我给你的一个回馈就是我能够给予你更多的这个军事上面的援助、经济上面的援助。在赖清德正式就职之前，美方就陆陆续续的释放支持的信号，比如说美国副国务卿邦尼·詹金斯在5月16号的时候声称双倍支持台湾，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5月17号的说，在未来不久就将窜访台湾，在未来美台这种勾连会不会只会有增无减？美国他要遏制中国的时候，他打科技牌、金融牌、经济牌都没有效，台湾牌有效。那为什么台湾牌有效呢？它成本也最低，因为台湾就有这一批台独的人，正好利用到你，抱住你这个大腿，所以呢，这个以美谋独，整个情形呢就造成今天这整个一个局面。可是呢，大陆在这个时候情形，你任何所有的境外势力，你都不要想能干涉住。这个日本是个疯子，菲律宾是个痞子，台独是个傻子，那这几个愿意给他当牺牲嘛？大陆的实力不但壮大，让美国这些境外势力知道一切都是徒劳无功，而且会自伤自，而且会最后毁到自己。其实，在美国国内一直有依赖论啊，就怕赖清德成为第2个陈水扁麻烦制造者。那如果赖清德在台独的路上一路暴冲的话，美国会怎么规制他？美国对于赖清德的心态我觉得他就是依赖但不得不依赖的心态。就是一方面呢，他会认为赖清德上台之后呢，民进党当局的跟美国政策的配合能够最大化美国以台制华的这个战略效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又认为赖清德的这种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这种理念，其实是不符合美国想要在台海局势当中维持这种平衡局面的。美国在不断去派遣一些所谓的官员窜访台湾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提醒赖清德，你要去管好你自己的具体的这个行为，给他划线去了，他可以去划定美国的这个战略底线。其实我们也一再的向美方
宣示我们的这个原则立场，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面对美方继续打台湾牌，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该怎么做？第一个就要通过反制措施来维护我们的国家的核心利益，使台湾的问题让美国看到你在干预台湾问题的时候，自己也会受损，同时也让美国看到。我们在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的这个核心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坚定决心。第三，我们还是会让美国看到，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是有诚意的。我们还是按部就班，按照我们所设定的我们的节奏来处理台湾问题，而不受外部的干扰。两岸之间一定会走向一个一家人这样的互相来往的一个架构。美国是否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还继续把中国当作敌人，把中国当作对抗的对手，这是美国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的试金石。5月20号这天，台湾股市经历了断崖式暴跌，正是赖清德在就职演说当中大肆宣扬分裂谬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之时。有台湾网友分享了一只旅游股雄狮的分时走势图。当赖清德针对两岸关系大放厥词，贩卖新两国论时，雄狮随即开始翻绿，瞬间从179元跌到了158元。可见赖清德的台独言论在岛内根本不得人心。实际上，赖清德画的饼很大，上要发展卫星，下要探索海洋，却对岛内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的主流民意视而不见。那么，未来两岸关系将如何走向？一起来洞察关键。据台湾 TVBS 电视台20号最新民调显示，有53%的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关系没有信心，高于有信心的36%。此前，赖清德声称将会维持现状，但评论就指出，他的就职演讲已经将自己务实台独工作者的底色暴露无遗。事实上，从赖清德人事任命名单来看，赖清德不仅任人唯亲，更是任人唯独。如今，担任台安全单位秘书的吴钊燮，在蔡英文任内担任外事部门负责人，是2021年11月大陆公布的首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中的一员。现任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入列2022年8月16号大陆公布的第2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且仅次于萧美琴，被排在第2位。同期公布的还有此次担任台安全单位副秘书长的林飞帆，3人都曾服务于蔡英文当局，如今被赖清德留任。更令人愤慨的是，在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中，遭到两岸舆论强烈声讨的冷血政客管碧玲，仍将留任台湾海洋事务主管部门。吴钊燮和林飞帆都是民进党内的重要人物，有明显的台独立场。林飞帆不仅鼓吹台独，还鼓吹和煽动港独。那么用这些人呢，让赖清德的台独之路昭然若揭。当然，事实上，不管赖清德本人及其团队怎么讲怎么做，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任命的行政部门副负责人郑丽君，曾在其任职文化部门负责人期间，积极推动台湾中正纪念堂的去蒋化，并美其名曰转型正义。因此遭到资深艺人郑慧中掌掴的郑丽君不思悔改，还将谋独触角伸向语言、教育、出版物、广播和电视台等多个领域，企图以所谓文化台独和柔性台独来影响年轻世代。这种软台独的行为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产生严重的阻碍和危害。值得一提的是，郑丽君丈夫沈学荣自2010年起就开设公司赴大陆投资，更企图用子公司来当母公司的白手套，赚取大量人民币，遭到国民党痛批，一边赚大陆钱，一边割裂两岸关系。在蔡英文那个8年期间，我注意到有一个搞台独的蔡英文身边的大将叫郑丽君，尤其是在搞文化台独方面，他是非常卖力的。所以呢，这一次升官了，那么可以想见，郑丽君这个也是蝶谷民的顽固台独分子。未来几年，他们搞文化台独，搞去中国化，可能呢会进一步展开。对于台独之流，近日5名台湾所谓名嘴被大陆列入惩戒名单，宣告
大陆打击台独骨干的同时，也坚决打击台独侧翼。一段时间以来，黄世聪、李正浩、王义川、俞北辰、刘宝杰等极少数台湾所谓名嘴，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蓄意编造有关大陆的虚假、负面信息，并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大肆传播。他们的错误言论蒙蔽部分岛内民众，挑动两岸敌意对立，伤害两岸同胞感情。事实清楚，情节严重，大陆方面将依法对上述5人及家属实施惩戒。觉得这些人就是你不断的在传播错误讯息嘛，故意把中国大陆说得很不堪嘛。事实上不是这样。你不要小看这件事啊，你不要把它理解为好像只有你不能去大陆发展，直系血亲不能去大陆、香港发展。媒体在起底这5人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些所谓的名嘴原来是谁骂大陆越狠，拿的钱就越多。例如，刘宝杰的立场属于反复横跳式。只要骂谁有流量，他就做。据悉，刘宝杰的底薪大概是1小时2万新台币，约4000元人民币。若是收视率达标，再加1万新台币，约2000人民币。因此，一集节目2小时，他一天的收入就是6万块新台币，约1.2万元人民币。加上外国网络平台的分红，收入十分可观。所以节目上，刘宝杰哗众取宠，为了节目效果，谎话连篇，不断去刷新下限。他曾公开表示，节目的某些片段就是为了哄傻子的，导演有病。曾担任台湾电视节目制作人的杨世光就指出，台湾的名嘴们口沫横飞的表演，一场下来可以领3000台币，约600元人民币；而那些演得好的、夸张的、骂得凶的，则可以领到4000台币，约800元人民币。而榨菜哥黄世聪就属于报酬较高的那种。实际上，这个台湾主流媒体、主要的电视台啊，那个平面媒体，都是民进党当局控制的，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叫 NCC 还是什么一个，它专门有一个管媒体的一个机构啊。现在这个机构里面是民进党把持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民进党当局呢也是有意的，可能通过金钱收买啊，其他的这手段啊，拉了一批啊所谓的名嘴，整天就是呢丑化攻击呢大陆。实际上是为民进党当局搞台独分裂啊，在制造舆论，所以我是觉得呢，很有必要对长期这个对大陆觉得造谣攻击的这些名嘴进行一些惩罚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意愿愈加明显，尤其岛内旅游业叫苦连天，他们质问台当局设赴陆禁团令何时休？不少岛内民众呼吁民进党取消禁团令。我觉得去了反而能够减少两岸的敌意吧。OK， 对对，两岸对彼此的敌意，在民进党为什么那么激动？我觉得民进党就是想要引发战争。我觉得现在台湾就在走下坡。搞好两岸关系吧，说希望也是和平一点比较好。我们不能跟他断。其实我们都来自大陆嘛，像我们祖先是应该清末的时候来福建泉州来台湾嘛，是早期来的，但是也是祖国，坦白讲是祖国。原来我们估计赖清德上来，别的可能做不了这个，但是旅游观光这一块他应该可以呢，稍微有一些松动。但是从这一次这个他的讲话来看恐怕连大陆游客入岛他也不会放开。赖清德用了这么多毒性很强的人，如果把台湾引向一个更深入的文化台独或者法理台独的话，能得逞吗？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得不得逞是一回事，但他必须要这么做。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他要去捍卫他自己的这个选票仓，因为他现在只有40%的选票。那作为台独金孙出身的他，必然要对深绿的这些台独老大要有所交代。那同时呢，他就必须要去通过这种挑战中国大陆的这个底线的方式，去展现他践行的自己所谓的这个台独工作者的这个理念的一些做法。第二个就是他肯定是要去践行
对啊，那么在520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看出了这种刚刚其实包老师也讲到的这种新版的两国论的这个雏形，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所以我个人的预判是在未来的4年里面，赖清德他可能会因为种种的这个限制，并且再加上他个人的这种政治野心，而使得整个民进党的执政当局变成一辆失速的列车。那么这个的造成的两岸风险就是风高浪急的程度了。年轻人也不是那么笨了，有的时候也会从大陆的一些历史故事中去探讨一些事情嘛，所以大陆在这方面再加强一些嘛。那但是现在就是文化，郑丽君那个这个哈，那这个是搞文化态度，去中国文化很强烈，但是你文化要这样去，文化是吸引力的，你能做到吗？第一个，大陆必须清楚，就是说经济优势就是文化优势。30年前大家看台湾电视剧，听邓丽君的歌，看香港电视，现在香港、台湾都看到了，对，而且都听就看大陆小说，看大陆故事。你经济优势以后就是文化优势，那文化优势以后呢，这个是挡不了的。实际上，自从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执政以后，由于拒不承认9·2共识，再加上并未终止台独党纲，导致两岸机制化沟通管道停摆。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一直对外扮演一个弱者的形象啊，怎么来揭开民进党的这个虚伪的面纱，来揭示他才是两岸之间这种风高浪急的始作俑者？我想，两岸问题从2016年开始逐渐走向对抗加剧，关键就在于民进党当局是不肯接受9·2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他又维持着自己的台独党纲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环境的话，那么两岸之间的交流必然是停摆，因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交流，解决一些台湾的问题，推动两岸的交流机制，一定是在一个国内的一个基础上。彼此互通有无来进行交流的一个合作机制。前不久，中国领导人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的时候，特别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非常过去说没有这么明确的提出的。可以看得出，我们在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的一个坚定的立场和我们的决心所在。我想赖清德如果要坚持所谓的蔡英文路线继续下去，或者说加码台独路线搞对抗的话，台湾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那一天会越来越早。针对岛内台独势力，大陆方面是接连出招，比方说前不久呢，就对5位所谓的岛内名嘴进行依法惩戒，而且国台办表示说，国家对那些谋独顽固分子也将出台相应的这个惩毒法律措施啊，你怎么来看大陆方面的出招？大陆这次具有针对性的对某一些名嘴，具有台独倾向的名嘴做出的惩罚，其实是大陆一直想要对台独分子做出惩罚的一次初步的尝试。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可以产生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台湾当局对大陆实施这种认知战的这种背景之下，其实名嘴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些言论，它可能能够快速的去被传播和被制成一些快图和小图。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面会去影响，对它的传播力很强，并且它的这个对一般民众的塑造力也会很强。所以，对于这些名嘴的一些出手，除了是针对性的去做了一些尝试以外，其实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警醒一般民众对于某一些虚假信息的这个判断。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不管岛内局势如何变化，不管谁当权，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要保持一个战略定力，因为在统一的这个路上呢，它受到外部势力还有台独势力的一个阻挠，统一的进程毕竟是曲折的。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去丰富自己的这个反台独和反外部势力介入的工具箱，对于这个整个两岸关系的发展，还有两岸关系的这个掌控权会不断的去增强，这个才是我们去实现
和平统一的一个最大的保障。台湾当局如果一意孤行，一定要用对抗的手法来和外部势力勾连，来对抗统一的大势所趋的话，那他必然会遭到历史的无情的打击。如果把这个台湾问题能够一起解决，台湾民众和大陆民众携起手来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只会加快，不会减慢，而且会实现得更好。我觉得两岸不但说它是必须统一、必要统一，也必定统一，这个一定要给台湾人清楚。但是呢，这个统一怎么圆满的统一，怎么伤害最小甚至没有伤害的统一，这就是两岸呢它必须有的一个智慧。第二个，也让台湾人不要疑惑，统一对台湾没有伤害，只有帮助。坚定信念就叫他这个坚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也要防范，就是说境外势力。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管。这是我的内政问题。